哎呀，你这城里人套路也太深了，说是帮我想养牛的办法，结果把我拉来给你当苦力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尺子，我量一下老吴的尺寸，马上要谋划改造大计了。你谋了划了，我牛怎么办呀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要不是这几天光顾着替你出主意对付你们家母老虎，我早凉了。你怎么能叫他母老虎？你别让他知道。哎呀，这是知道了，这是别着急。我怎么办呀？我好不容易跟凤碧说了，我要好好改的，我这回认真干。那你现在知道认真改了，你早干嘛去了啊？进来。月亮，下周啊，在咱们省城有一个民族手工艺大展会，我呢本来是要带着丫头们去参加的，结果你看这机器设备一来，我得赶紧出去和人家谈订单，这时间上就撞一起了。啊，马姑最近为了还机器的贷款，到处跑着谈订单，真的太辛苦了。辛苦不算啥，只要能接订单就行呀。我现在做梦都想着要大订单，大订单。结果有一天，你们上海叔给吓坏了，半夜把他吵醒，说订单，订单，什么订单？真的说梦话。哎呦，愁的我。月亮，现在所以，我只能请你出马了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和凤碧一块儿，帮我带着这些小丫头们啊，去参加大展会，提高一下咱们绣坊的知名度嘛？行，没问题。真的啊，那太好了！你看，我说月亮肯定能答应的。来来来，我现在以水代酒啊，敬月亮一杯。好酒哟！来，这儿，到这儿，回我。这儿肚子这儿哈。对。啊，哈哈哈哈犯病了？不愧是诸葛群豪啊，太高了，高！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怎么是胡说八道啊？月亮家就在这儿，围着月亮家进行改造，低头也见，抬头也见。你这比我那厚脸皮那招高多了，又有贼心又有贼胆，太厉害了！我真是佩服。我是真的要改造老宅啊！对，改造老宅嘛，改造老宅。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看我们这片老宅保护的多好，都是那么原生态，对吧？而且我家老宅也在这儿，我能省不少钱和力呢。你看看这一切多么的合理呀，简直是浑然天成，就应该在这儿。哎，干什么？你信不信我像踹李金宝那样踹死？怎么你欺人踢上瘾了是不是？你要是敢踢我，你信不信我告诉我，让你今天把月亮搅黄了？闭嘴啊！今天这个事情，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，我撕烂你的嘴。当然不会说了，你当我傻啊？毕竟我也是共犯啊！你干活，快过来！知道了。原先没有机器的时候吧，就愁订单；现在有了机器啊，更愁订单。那你是不是也没有时间教徒弟了？没时间，所以月亮，就麻烦你多去厂里，帮我教教这些年轻人。你教的比我好，没有，真的。我有时间就过去帮忙。太好了，谢谢姐，你是没看到那个新设备，它那个针头太快了，它就几下几十幅绣品啊，同时就出来了，几十幅啊！这机器设备一来啊，就解决了我们量产的大问题。而且把每幅绣品的成本降低了很多。那可太好了啊！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厂里看看？走吧，凤碧姐早上还念叨你呢。去吧，反正你又没事儿。走，行，我去看看。太好了，来，我们再敬一杯。哟，敬月亮。哎，老姜，我刚给你发了这个几栋老木屋的照片，然后我想把它改成一个中端的民宿，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？干什么？啊？守着这片净土给谁打电话呢？市里一家装修公司老板。你这人缘可以啊！啊，又有人帮忙出主意，又有人帮忙出口力的。然后我还照了一些那个我量的尺寸的照片啊，你帮我估算一下改造这些大概要花多少钱？如果合适的话，我到时候请你来帮我做呗，好吧？干啥？现在干啥？
接着量。快点儿啊，我急不可耐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现在村里边养牛养的最好的是谁啊？刘江河，哦，老尤哥啊。他养那个牛确实是好，油光水滑，都说卖的好。那你怎么不找他取取经呢？我干嘛要去找他？我为什么要去找他？这人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，你就在村子里能养得好牛，你应该请教他怎么养。马建浩，你这半天就给我出这么个馊主意啊！老尤哥那牛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倔得跟什么一样。那村里什么时候有人跟他说话超过3句了？我觉得牛脾气好呀，跟你对路子。呸！我不去，我问谁我也不去问他，干嘛呀？行，你要真不想去，我也不逼你。哎呀，但我就这么一说啊，人家呢有技术有经验，不耻下问是什么，你懂不懂啊？我就是怕他说我懒，我耻，我不敢去问他。他说你2句怎么样？人家是全村养牛养的最好的，技不如人呐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我就不如人了，怎么的吧？行啊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坐。什么人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确实太快了。是呀，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1个小时，差不多能抵我3、4天的工作量了。岂止3、4天呀，至少1周的量。真是，这机器有机器的好，但是在细节上，肯定还是手工好。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。哎，姐，咱们看看那台机器吧，绣法不一样。这边那个是平绣，这边也挺好。你们看这图案的纹路，帮了我。我这不是帮了吗？你不做呀？你还站起来哄我凶我。道歉。对不起。你这样，你回去之后先把你那个小破牛圈给它改造了。怎么又来新活了？我跟你说养牛，你跟我说改牛圈干什么呀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那么你先把牛圈给它改了。我再改牛圈，那也是给牛住，那不是给人住，我改它干嘛？牛住的怎么了？你怎么对牛，牛就怎么对你。亏你还学畜牧专业的，你不学无术吗？这不是？我哪有不学无术？我承认我之前养牛，我确实是有点懒，但是我那些畜牧知识我还是用上了的呀。你不仅要用畜牧知识，你还要与时俱进。那就，我前几天还刷到呢，那网上别人还给牛放音乐听呢。那不是对牛弹琴了？这次的展销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咱们绝对不能失手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？我觉得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礼品，像手帕、钱包、围巾或者钥匙扣之类的。这些价格便宜，就方便来参会的客人现场购买。好主意。我们可以设计一些结合村里特色的新作品，比如山水风光、民间传说，不要只做这种看起来好看、针线细腻的作品。要有创新。对，哎，月亮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们之前也融入过山水和传说，如果想要新的创意，还是有点难的。是，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反正我是想不出来。哎，月亮，要不你去问吴奶奶，看她老人家有没有什么新的主意。行，回头我问问他。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，就村里面的旅馆跟我们上回去的那个帐篷酒店，你想住哪个？那不废话吗？我有钱，我肯定住帐篷酒店啊。那不就对了吗？你要讲究一个环境意识啊！哎，你自己是真闻不到你们家那牛圈有多臭，是不是？隔老远都熏得眼睛都睁不开，也就封闭能忍你。不是，那牛和人一样，都是要吃喝拉撒的。那牛粪还能听音乐的牛拉出来的粪是香的。得，我是在对牛弹琴。我这么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把你的脑子给扔了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我把脑子扔了。啊！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改牛圈。怎么又绕回来了？不，这
不是我那老牛圈怎么不能养牛吗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牛圈就是你的器，你把牛圈一改，你和你的牛精神面貌都会不一样，对吧？你好好养它，它就会好好长。那改牛圈是要花钱的，我没有钱啊。你回去跟凤碧先商量商量嘛，对吧？你就说这牛圈必须改，不改不养了。这无艾草2.0养牛升级版。无艾草养牛2.0升级版是什么意思？这2.0它就是，啊，你都听不明白，你们家凤碧不更听不明白吗？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了。我是要他听明白，让他哦。我知道了，马青。我把这事儿讲得越玄乎，凤碧就觉得我功课做得越多，她就会觉得我态度彻底转变了，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是真的想养牛，她就会支持我养牛。马青，你太厉害了，你高实在是高啊！你是这么理解的？那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就回去跟凤碧商量去吧。走，那收拾一下东西，我开车送你回去。顿开，马青豪，我真是没了你不行，你还是我的军师啊！喂，妈。月亮，我跟你说啊，刘妈说，今天跟你相亲的那个男的想再见你一次。哎呀，他让我跟你说，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。我不是才见过吗？我不想去。什么想去不想去的？我跟你爸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你呀，要多跟人相处试试嘛。你总是这个样子，我和你爸很担心的。听话，啊。我晓得了。你先不说了啊。哎呀，好，郎才女貌，好。哎呀，马大哥嫂子，你们这儿子比照片上还帅呀！也没有。儿子，他是刘姨，我和你爸呀专门请他给你介绍对象的。啊，青豪，这个刘姨呀，现在是方圆100里第1金牌媒人，我们这就是拿重金把你刘姨给聘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差拿八抬大轿子把他抬来了，是不是刘姨？他介绍的这个对象，成功率97.1%。这次100%了。是。来，青豪啊，你看一下，姨给你相的这个姑娘，保证你满意。是，好看，有鼻子有眼的，你看。呦，漂亮，你看看呀，真漂亮，好看。我跟你说，青豪啊，1.7米多的大个儿，往街上一站，晃倒一片。那必须的。关键是什么呀？家里是养殖大户，家底丰厚啊。对，是不是？是。跟咱们家门当户对，多好呀！是不是啊？正好呢，姑娘明天有空，所以我来你们家问问。青豪，你明天有没有空啊？有空。有空。没空。有空。没空，真没空。有空。刘姨是这样的，我呢在城里已经有一个女朋友了，所以我去相亲那不合适，是不是？你们聊啊，我先回房间了。这个相亲就不太适合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真实的谎言。那个刘姨，你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他肯定是没有，他要有的话，我和老妈怎么会让你来交对象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他有没有？我这当爹的干嘛的？不是他有没有他有没有？我这当爸的还不知道吗？
你说我这么多年给大家保媒，我最看重的就是靠谱。对。你比如说这次吧，我又给你们村的滚月亮介绍了一个对象，这个人就特别的靠谱。你知道刘姨为什么跟你相亲？为什么？我给了他一只9斤重的大公鸡，20斤肉，外带1瓶香油。为什么要送香油啊？让他油嘴滑舌呀。这有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还给了他发了个红包660呢。你这样，我待会儿给你转660行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想留下就去相亲，你要不相亲，赶紧滚回城里去。你不知道我给这个滚月亮介绍了多少人了，他一个都看不上。这男方回来反馈都说摸不清他的心思，看不透他的想法。你说这能让我怎么办？这个滚月亮啊，就从小就不爱跟别人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嫂子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滚月亮这种情况呀，严重影响我的职业信誉，这就是我的一块心病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他就是那个性格，知道吗？但是这次我给他介绍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李金宝也是叶郎村的，人家是花椒种植大户。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啊？做事一根筋，特别的执着。哦，这不今天见了滚月亮，就看上滚月亮了，想约我明天再把滚月亮约出来，再见一面。你说奇了怪了吧？这个月亮从来不见第2面，没想到月亮还同意了。你说这事巧不巧吧？所以我今天挺高兴的，你知道吗？妈，那个姑娘的照片给我再看一眼。哎呀，好看啊，太好看了，这个姑娘。青豪啊，姨跟你说啊，给你介绍这个姑娘，姨是花了心思的，你明白不？你看看，你自己长得这么帅，又从城里创业回来，算是衣锦还乡啊。你们家庭条件也这么好，人这个姑娘家庭条件也好，人长得也漂亮，那眼睛啊长到头顶上。不瞒你们说啊，这么多年我也给她介绍了不少男朋友了，没有一次看上的。这次了解了咱们家的情况，又看了你的照片，要同意见面了。你说这多好的事情，那没想到你这儿，太遗憾啊！不遗憾，不遗憾。他不是明天正好有空吗？那就约着明天一起见一个面呗。哎呦！太好了呀！那就刘姨，你知道我们这个悬崖村有一个悬崖帐篷酒店，就很漂亮、很特殊的那个。远远的看过，没进去过，是很漂亮。那我明天就约在那儿，我就请这个叫雷甜甜。雷甜甜姑娘，我请她喝咖啡。哎呦，太好！马大哥嫂子，你说说，人家从城里创业回来，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，这想的都是时尚的新鲜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不见不散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！行，一定说好了。那就明天我先接上你，再接上月亮，然后你让这个金宝把雷甜甜带到悬崖帐篷酒店，我们就在那儿见面。想得太周到了，太好了！明天一早开着汽车去接你刘姨啊，好嘞，开得稳稳的啊！成功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见不散啊！不见不散。我跟你说，别捣乱。不是，我没捣乱，不是你让我去相亲吗？你以前跟月亮的事儿，这个刘姨不知道，别说了。啊，他刚才给月亮介绍那个对象就是叶郎村的，叶郎村现在可有钱了，随便提溜一个出来，全是王，什么种植大王、养殖大王，这个民宿大王、黄粑粑大王、种花大王、酿酒大王，2个王全是带着4个儿走，王差。都这么富有啊？啊！自卑了？这自卑？我怎么可能自卑？我消毒大王。对呀，红里透着白，请你跟我来呀。再者说了，咱家还有这套房子呢，你还能卖个几十万呢，千万别自卑啊！我没有。我觉得秦昊说的有道理。是吗？你也这么想啊？这就像我们绣坊升级成刺绣厂一样嘛，新的厂房、新的机器，大家干劲儿十足。照你这么说，他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。对呀，麻姑都说了，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，卯足了劲儿，为了新的事业努力，追逐新的梦想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是对的。那行了，我也铁了心了，就从这个心字入手，干就完了。来，媳妇，支持你，干！
亮布呢？月亮来了。哎，我来吧。来。是不是相亲出了问题？没有。你可瞒不过奶奶。这个人咋个样？不是咋样不咋样的问题，你晓得的，我压根儿就没想要相亲，而且我妈说，今天这个人还要约我见面。那看来人家对你挺上心呢，这还不跑？其实你爸妈呀是为你着急，你要体谅。我晓得啊。那这个男的本分不？看起来倒是个老实人。那更应该跟人家再见一见，万一呢？哎呀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，好过阵子去参加展览会。有，我这些日子啊，正琢磨这个呢。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，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。如果是你，在这块蓝布上，能设计什么图案？用白色堆绣针法，鱼鸟图腾。为哪样不用彩色呢？我觉得彩色更适合在黑白两块布料上。靛蓝色如果用白色的话，会更淡雅，看起来也更明快，让人觉得更清爽。那能不能再清爽些？再清爽一些？你看，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，只用平绣，然后呢，这样精细的呀，绣一座大桥，在周围再点缀些花鸟鱼虫，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、更清爽？更简约。月亮，哎，上车呀，走啊！走啊，愣着干啥？上车啊！啊。哎，停！哎，燕子姐。月亮，哎，你坐哪样嘛？哦，有点事儿。哦。哎，燕子姐，青蒿，慢点儿。喂，有情况啊！出大事儿了，月亮上了青蒿的车，我亲眼所见。来，甜甜，1、2、3，哎，好，1、2、3，真美。换个姿势，1、2、3，美。再来一张，好，1、2、3，哎呀，看怎么样？咱村最美的哇，这地方真好看。村草、村花，人美，摄影师好，哎。哎，你刚才说昨天打架，赢了输了？哎呀，格局上哥赢了，他们都互相认识，我就想啊，爱屋及乌。那为啥要打架呀？误会了呗，把我当成坏人了。啊？那他们眼神有点问题，你哪看着像坏人呢？哎呀，也怪哥，我当时没控制住自己。我想送月亮回家，我就拉了他一把。
对女孩动手动脚，这可不像你啊。是啊，那情不自禁啊。哎，一会儿你见了月亮你就知道了，她有一种魔力，我仿佛被催眠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谁，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。哎呀，羞，你见月亮你就知道了，别笑哥啊，给我拍2张。哎1、2、3，月亮！你慢一点。我不能慢了，我得赶上老刘哥放牛的时间，我去跟他学习去。老刘哥那油浆河啊，他那脾气，你能跟他说上话？除非他养牛的诀窍嘛。他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，3句话就怼人的。就跟他实心实意的请教问题，他脾气臭他的，骂完了就该教我真本事了。放那吧，我收拾。我没让你去，快！我还没吃完呢。去吧。那我放水槽里了。我走了，媳妇儿，拜拜。来，甜甜，你站这儿，你上这儿来站着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月亮啊。哎呀，月亮，今晚你看，般配不？特别配，是不是啊？刘姨介绍的没错。谢谢你接刘姨和月亮来啊。我顺路。你们认识啊？啊，见过。一脚。啊？还踢。格局。啊，刘姨继续。那太好了，认识就太好了啊。那这样，你们4个人呢，一起聊也行，分开聊也罢，那我就不管了。刘姨，你要走啊？那是啊。你们4个人一共2对儿，我在这儿当大电灯泡啊，这不合适是不是？再说这儿这么漂亮，我也约了我的朋友过来玩玩呀。你们好好聊，我走了啊，走了啊。哎，刘爷，我给你带的花椒和花椒油在我车上呢。送我家去呀，让我提溜着这么沉，啊！哎，月亮坐。谢谢。你搞哪呀？这4个人正好4个座位嘛，雷小姐来坐。没事儿，无所谓。我有所谓。我也有所谓，最好的位置留给你们了啊！来，月亮，坐。你也要过去吗？没有，来。咱们这个位置啊，更好，一览无余。哎呀，你看，你跟滚月亮很熟吗？啊，熟啊，不熟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，就是一个村的。感觉你们俩关系不一般呢。我感觉他对你有意思。你要不要喝点？我们要不要点喝的？哦，对。你想喝点什么？柠檬茶都行。要不美式吧？我现在心里有点苦，多点点。老刘哥，别动。
老刘哥，我给你带了点吃的，你看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你要是觉得不满意，我再上燕子捡了，再去买一点。黄鼠狼？咋个是黄鼠狼啊？你又不是鸡。老刘哥，我这回真的，你也知道我之前养牛养的不太好，凤碧把我的牛都给我卖了，所以我想着过来向您取经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养牛的秘诀。没有。你咋个可能没有嘛？你的牛养的那么好，你看看个子又大，矫健结实，而且毛发光亮又好。那些牛贩子之前还跟我说了呢，说只要是老尤哥养的牛，哪怕是价格稍微高一点，他们也肯收的，因为拉到市场上不愁卖，他们抬高价格也可以卖的。那牛好，牛没卖掉。啊，但是牛卖不出去，它也不一定是牛的原因。那牛贩子还跟我说了，说你的牛是很好，但是你的人太牛了。他们说你脾气不太好，不太好跟你说话，所以他们就懒得跟你沟通嘛。你懒。苗绣是个好东西。买原材料缺钱吗？不缺，缺市场。你跟这个金宝熟吗？熟啊，咋个了？他家有几层楼啊4层。那有几辆车呢？算上货车得有7、8辆吧。他家到底有多少钱？你问这个干啥？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听说你要搞个民宿啊？对。你要是缺钱，我可以借你啊。我的钱不比金宝大哥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花椒的市场还不错。你种了多少？不多，就200多亩。听说你在市里有个公司啊？对，200多亩。啊？不是那个，你刚刚问的是？那你为哪样要回村呢？为了儿时的梦想嘛。开民宿啊？还有更远大的目标。其实男人也不一定非要有事业，女主外男主内也不是不行。是，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我从小就爱干嚼花椒，我能嚼得出不同地方的花椒。你猜我种的是什么？大红袍花椒，特点和好处特别的多。那花椒看着就诱人，色泽红艳，香味儿宜人且持久。用了我的花椒，菜品有不同的风味，所以大家很喜欢我的花椒。而且我的花椒有个特点，那就是药用价值，温中散寒，除湿止痛，等等。没关系，我对于种植还是很有心得的。咱们俩结婚以后，我慢慢教你。金宝大哥，你为啥觉得我能看上你呢？哎，金宝为啥一直没有对象啊？他是不是有什么性格上的缺陷？金宝大哥眼光高而已，哪有什么缺陷呀？眼光高就是性格缺陷的一种表现啊。他人蛮好的，对村里人都很好，也很会做生意。这样啊？没关系，你看不上我才是正常的。我这人呢，就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执着。当年我们一起种花椒，一塌糊涂，所有人都改行了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坚持到底，才有我花椒大王。你看不上我是正常的，你千万别有压力，我的问题，别有压力，坚持。我就喜欢养牛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，我爸走得早，我是我妈一手拉扯大的。我妈总跟我说，牛是最实诚、最能干的。我们家当时那几亩地都是靠着我外公留下那头老黄牛他干的。这我晓得。我妈妈小时候日子苦，但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牛背上。后来我外公走的时候呢，就跟我妈说一定要给这个牛养老送终。再后来你也知道，我妈妈不是生病了吗？在医院里，她就跟我说艾草啊，牛对我们家有恩，是我们家的功臣。她要我记得，一辈子不能吃牛肉。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记得了，我一定照做。之后我妈才咽了那口气。哎，菖蒲，
哎，你停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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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燕子姐，你晓得不？你们家月亮上了秦昊的车。不可能，你看错了。哎呀，我亲眼所见。怎么可能嘛？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，哎呀，我可能就是知道他们俩关系，所以呀，是我亲眼看见月亮上了秦昊的车。哎，燕子姐，你看错了啊！来，我有事先走。哎，我怎么能看错呢？你回去问你妹。真是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说我看错了，回头有他好看。对，海草，你是把牛当宠物养了。老哥，我接个电话。接。哎，昌普，你在哪？没和秦昊一起？我没有啊，我和老尤哥在江边呢。咋了？我问你，秦昊和月亮有哪样事不？秦昊和月亮我哪知道哪样事啊？你绝对晓得。我真的不晓得，你不要冤枉我嘛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燕子姐说，她亲眼看见月亮上了秦昊的车，出去了。啊什么？我是不是跟她讲过，不要去招惹月亮？现在好，被燕子姐看见了。燕子姐那张嘴你是知道的，她如果看见了，那全村都看见了。这个马秦昊，我要去强迫他脑壳。哎，别，昌普，你千万得冷静啊！你还知道是哪些啊？赶紧告诉我。我真的不晓得，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你不用来找我，我去你家等你。那行，咱一会儿见了面再说。你去我家等着我啊，我马上回去。他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？咋了？你是对金宝大哥？不，误会了，没有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我很正常，特别的正常。金宝大哥，马秦昊对你特别感兴趣，他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，有没有性格缺陷，兄弟姐妹有几个，他应该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。没有啊，我就是随便跟他聊聊啊，就是随便聊聊。我不是，我这有人了。不是你别误会，我正常的。不是啊，我也这有人了，我也很正常。啊，别跟我说话了，你转过去聊吧，特别正常。聊天啊，对我有兴趣。他是吗？我接个电话。哎，秦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面玩啊。玩你个头啊！你赶紧回来，昌普要敲爆你脑壳了。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月亮在一块呢？是啊。哎，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，不然昌普真要敲爆你脑壳了！快点！不是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燕子姐，她告诉昌普说看见月亮上了你的车走了，跟你出去了，昌普原地就爆炸了。我跟月亮是出来有事情办的，你要是跟昌普解释不清楚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千万别给他打电话，他现在跟吃了炸药一样的。你赶紧带着月亮回来，去我家，我们见面再说。不是去你家干嘛？我直接把月亮送回家不就行了吗？多此一举。什么叫多此一举？你把月亮带到我家，对你有好处。昌普要敲爆你脑壳，有我在，起码不会出大事。你快点！能有啥大事？你以为我怕他捆昌普啊？挂了。你哥急眼了，让我带你回去。那正好，一起去。我见大舅哥。你闭嘴。真急啊！昌普，你这个暴脾气，你能不能控制控制？你都不知道事情怎么回事，你就发火又这那的，你能不能把事情搞明白了以后再说话？哎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很冷静啊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你答应我，你别动手。动什么手啊？我知道动手了，真是。控制一点啊！哎，你放心。哥。啊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我去！哎，哥！有病！哥！疯了吧你！哥！你有病啊！你放开我！你来吃呀你！马家豪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只要你敢惦记月亮，我敲爆你的脑壳！这些年来，村里人已经把月亮的事情给忘记了。你一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，现在满村的人都在说他。我对月亮做什么了？他们要传那些乱七八糟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马金浩，
你不要脸，我们这还要脸的。你才不要脸！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你又干什么去了吗？你哥，放开我！哥，为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，值得？你过来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！马清豪，你回不回村我管不了你，但你也好自为之，不要再扰乱我们的生活。哥，回家。